我让你们把人送太平间，你怎么送病房来了？还是 VIP 病房？你们医院这是故意讹钱是不是？这位患者家属，请你理智，江福他可是……理智？你让我拿什么理智？无论他是什么，气血都被打散了，就是个死人了。这种伤势，早死早投胎。气血被打散也并非不可治愈，只要有气血丹，患者就可以继续活下去的。什么气血丹？你知道气血丹要多少钱吗？你当我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不成？老娘只是那小贱种的舅妈，不是他亲妈。你赶紧把他转到普通病房啊！不对，赶紧办理出院。都怪你，当年非要把那小贱种抱回来。这些年他花了咱家多少钱？本以为他成了武者能帮衬一下家里，结果就让他去野外帮小凤摘几颗果子，就被打成了死狗。可是当年要是不把江福抱回来，他父母的遗产和抚恤金也轮不到咱家，小凤的修炼资源也是江福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我不想听。抛开事实不谈，这小贱种就没错吧？反正他已经年满18岁了，死活都和我无关，休想让我给他出医药费。而此时的病房内，听到这些话的江福眼底全是绝望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清脆的机械音却响了起来。检测到宿主还剩10天寿命，诚实系统加载中。诚实系统加载完成。宿主江福，性别男，年龄18，等级0，气血值7，寿命10天，能力诚实不可叠加使用，能力限定使用次数，正无穷。江福看着飘在自己面前那如同手机屏幕一样的光幕，不由呆了呆。诚实什么意思？本系统为诚实系统，可对任何存在进行诚实。听完系统的解释，江福艰难地转过头来，看向一旁的床头柜。床头柜上放着一瓶水和一个橘子，随即江福的目光便落在橘子上。橘子诚实。话音落下，原本的一个橘子瞬间变成了10个一模一样的橘子。看到眼前这神奇的一幕，江福的眼睛一亮，他的心脏忍不住扑通扑通直跳。我靠，真的诚实了。对了，好像给我加了个限制，不可叠加使用。想到这里，他尝试了一下对床头柜上那已经诚实过的橘子再一次诚实，然而橘子并没有什么反应。原来是这种不可叠加，看来已经诚实后的物品就不能继续诚实了。那我能不能给诚实加上一个时间限制？这样想着，江福的目光又落在橘子旁边的矿泉水瓶上。矿泉水瓶诚实1秒。话音落下，原本1个的矿泉水瓶瞬间变成了10个，有几瓶从床头柜上掉到了地上，但1秒过后，多余的矿泉水瓶便消失了，只剩下最初的那一个。一瞬间，江福的眼睛变得贼亮。还真的可以对诚实进行时间限制，看来现在要做的是先将自己的基本盘做大，在此之前可以暂时性诚实，寿命诚实，限时3天。话音落下，系统面板上显示寿元的那一栏，原本的10天寿命瞬间变成100天。看来暂时死，不对，为啥寿命诚实了，但我的身体依旧这么虚弱呢？难道是气血的问题？想到这里，江福又赶紧给自己的气血诚实，限时3天。下一刻，江福的气血值瞬间从5变成了50。在这个世界，气血值50就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，超过70便是准武者，当气血值突破100便是武者。一瞬间，一种久违的熟悉感萦绕全身。江福小心翼翼地抬起手来，我真的能动了。可就在江福正呆呆地看着那只被抬起的手臂时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病房的门陡然被大力推开。江福，你已经年满18岁，和我们家再也没有半点关系，你的住院费和医药费也别找我要，我没有那个义务给你钱。而刚进门的护士见到江福抬起的手臂，眼睛顿时一亮，他急忙上前检查病房内的仪器。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！简直是奇迹！病人的气血不仅恢复了，而且还达到了50。说话间，护士赶忙按响床头的呼叫铃。那个满面沧桑的中年男人闻言，浑浊的眼睛顿时一亮。什么？你的气血恢复了？老师，恢复了就好，恢复了就好。他的气血不是被打散了吗？怎么会恢复？这件事需要检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。现在患者的气血值确实是50。听到这话，葛艳霞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好你个白眼狼，竟然私吞了小峰的物炼果！1颗1阶物炼果价值100万，要是这白眼狼拿不出，这钱就由你来赔了。葛艳霞，你不要太过分，那物炼果本就是江福采摘的，怎么就成了你的了？我不管，抛开事实不谈，这白眼狼就没错嘛。
他已经答应把巫炼果给我家小风，现在他吃了小风的巫炼果就得赔钱。你是他的班主任，这钱就由你来出，100万少一个字儿都不行。我让你狂！系统把葛燕霞的血压、血脂、血糖全部乘10。而话音刚落，葛燕霞的身体一僵，便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，2道粘稠粗红的血柱子直接从葛燕霞的鼻孔里喷出来。那小护士见状，瞬间瞪大眼睛，满脸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一幕。恰逢这个时候，已经有医生推门进来。我操，他这是怎么了？都别愣着了，赶紧将他抬出去进行抢救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可能是高血压犯了。其实江福也不清楚，一个人的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突然飙升10倍会发生什么。真是活该。好了，不管他了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老师，我已经没事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这段时间你在这里好好养伤，老师还有课，先回去了。老师再见。而等老师走后，江福又再次打开了系统面板。我的寿命竟然增加到了130天，看来我能活多久，应该是和气血挂钩。不过50的气血值是一个正常成年人的标准，但我却只能活130天，而且还是在基础寿命乘10后的130天。看来我的身体还有其他问题。可就在江福正思考时，刚才那位小护士脸上却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，推门走了进来。护士姐姐，那个肥婆怎么样了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的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突然飙升，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。要不是她是武者，恐怕现在已经没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那舅舅舅妈还真不如你的老师。为了将你救回来，徐老师前后花了10几万，反倒那对夫妻一毛不拔，还要把你送去太平间。江福听到护士的话，心头一颤。老师虽然是高3班主任，但也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在这样一个灵气复苏、近乎于末世的世界，普通人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底层。10几万恐怕是他全部的积蓄了。想到这里，江福深吸一口气。对了，护士，我到底受了什么伤？你的气血被打散，从武者跌落回普通人。不过你应该是吃了灵果，气血恢复，应该还有重新成为武者的希望。但有一点很奇怪，你的气血明明已经恢复，达到正常人标准，但你的身体状况却依旧很差，这是一种很矛盾表现。听到护士的话，江福立刻反应过来，只是气血乘10可以稍稍影响到寿命，但身体其他功能却并未相应乘10，所以现在的江福依旧是重伤状态。所以我可以将体质也暂时乘10。一瞬间，江福找到了问题的根本。小护士不知道江福在想什么，他有些迟疑道：现在医院里的医生都在抢救葛燕霞，她是武者，有特权，所以没关系，不用管我。其实江福也想看看自己乘10的东西是否能够通过其他方法消除，比如医院是否有能力把乘10的血压降下来。要是真的降下来的话，他还想试试能不能再次乘10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应该就不算叠加了吧。至于原主的家产，这么多年估计已经被那对夫妻通过各种手段洗白转移，想要拿回来恐怕很难。既然如此，那自己何不也吃一次他们的绝活？要是葛燕霞、郭方东一家3口以及那边的亲戚都死光了，那么他们的财产还是会变成遗产，然后再由自己这个外甥继承。既然你们不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对了，护士姐姐，除了灵果之外，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快速恢复气血的吗？还有气血丹。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气血丹可以帮你调理身体，恢复气血。不过1颗气血丹要30万，若你那舅舅和舅妈肯出钱就没问题了。什么？30万？这哪怕是上辈子，对我而言也是一笔巨款啊。不过现在的我有乘10的能力，赚够30万应该有点希望。当然，还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深渊果实。如果你的运气好到那天得到1颗深渊果实，然后运气再爆棚一次，吃掉深渊果实后开启序列，成为序列武者，那到时候什么气血丹、雾炼果都会有人抢着塞到你手里的。江福听到这话，眼底却闪过一抹渴望。他当然知道小护士说的是什么。若武者是这个世界的上层阶级，拥有特权，那么序列武者就是人上人。开启序列的唯一途径就是吞食深渊果实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深渊果实本身无市无价，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。得到深渊果实也没有任何途径，全靠运气。当然，武者得到深渊果实的概率要远远超过普通人，因为深渊果实大多都是出现在荒野。不过就算是吃掉了深渊果实，也不一定就能开启序列，其概率大约是1/1000。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武者，一生只有1次吃掉深渊果实开启序列的机会，成功则成为人上人，失败此生再无开启序列的机会。强行吃掉第2颗深渊果实，下场只有一个，
昊天王。那要是我把我的运气乘10，再把我得到深渊果实的概率乘10，再把深渊果实被我找到的概率乘10，3重乘10之下，我得到的深渊果实的概率就比其他人多了很多。而且只要我能得到1颗深渊果实，乘10一下就是10颗。到时候把深渊果实开启序列的概率乘10，再把我自己开启序列的概率乘10，再把我开启序列的机会乘10，还有之前乘10的运气，4舍5入一下，我这是一定会开启序列，成为序列5者啊！就是不知道运气和概率能不能乘10，等一会儿出去试试。想到这里，江福的心脏忍不住砰砰直跳。感谢护士姐姐的提醒。没事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情直接按呼叫铃。待小护士离开之后，江福深吸一口气，慢慢的坐起身来，小心翼翼将脚放在地上，然后一用力站了起来。刹那间，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冲击着他的大脑。我真的站起来了，我终于又能走路了。这一刻，江福有一种热泪盈眶的冲动。VIP 病房很宽敞，他就这样在病房里来回踱步。我现在能走能动，但身体怎么却还有一种怪异的虚弱感呢？对，是使不出力气。系统体质乘10，持续3天。下一刻，那种虚弱感彻底消失，充盈的力量感萦绕全身。随即他再一次看向系统面板，体质乘10，只增加了20点气血值，寿命增加了100天。看来气血被打散应该是一种很严重的伤势。系统自愈能力乘10，持续时间3天。系统自愈能力乘10，持续时间3天。话音落下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系统面板上的数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看来这种伤势得需要气血丹或者灵果才能治愈。精神力。蓦然间，江福注意到他的属性面板中居然多了一个精神力的数值栏，之前没有啊，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难道是自己将体质乘10之后才出现的？就在这时，江福也发现了精神力的数据栏出现之后，他的精神头或者说思维也活络了许多。可原主的记忆里并没有精神力的相关知识啊，要不把精神力也乘10？等等，这精神力应该是和大脑有关，贸然将精神力乘10，脑袋不会炸掉吧？想到这里，江福思索了片刻，随即头脑强度乘10，持续3天；大脑承受能力乘10，持续3天；精神力乘10，持续3天。话音落下，江福眼睁睁地看到面前飘着的属性面板中，精神力数值从100跳到了1000。紧接着，江福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是变轻了，他的头脑，他的精神变得格外清明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，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觉萦绕在心头。随即江福转头看向床头柜上被小护士重新放好的橘子，然后其中一个橘子就飘了起来，按照江福的想法，一点一点地飘到他的面前。江福顿时瞪大眼睛，这就是精神力乘10之后的效果。下一刻，江福的精神一动，床头柜上其他9个橘子也同时飘了起来，10个橘子排成一排，按照江福的想法，在病房里飞快地移动，化作道残影。片刻后，江福把橘子放回原处，然后精神力一点一点地向外延伸，他的精神力不受墙壁的阻碍，十分轻易地就穿透了墙壁，朝着外界延伸而去。5米、10米，终于半径10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。江福的精神力笼罩范围是一个半径10米、直径20米的球形，而在这个直径20米的球形范围内，一切场景都清晰地反馈在江福的脑海中，他不需要眼睛和耳朵，就能通过精神力感知到范围内的一切。此刻，在江福的感知中，医院的医生护士行色匆匆，如临大敌，以某间病房为焦点，进进出出。江福已经猜到，那间病房就是葛艳霞所在的病房。不过，葛艳霞所在已经超出精神力的感知范围，所以江福并不知道葛艳霞现在的具体情况如何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压低的声音闯入了江福的精神力范围内。老吴，你到底怎么办的事情？那小畜生的身上有一颗无恋果，你竟然没有发现。现在他吃了无恋果，已经恢复气血，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痊愈。你说怎么办吧？什么？再杀一次？这里是城区，你敢在城区杀人，还是杀武者？你可别连累到我了。那小畜生又不是崽子，怎么可能再上第2次刀？行，这次你做的利落一些，不要给他留全尸，先挂了。江福闻言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他的便宜舅舅郭方东。在精神力的感知之下，郭方东身上的气血磅礴，明显也是一名武者。本以为是将原主骗出去送死，没想到是骗出去杀。一瞬间，江福就想通了原委，那个老吴就是郭方东找来对付自己的。江福不知道电话对面的老吴对郭方东说了什么，但可以肯定，对方绝对不是什么善茬。可江福仔细回忆了一下原主死前的记忆后，却并没有看到那个所谓的老吴。现在看来，葛艳霞、郭方东
还有那个老吴，都是绝对的威胁，必须得先将他们弄死。话落江福的精神力瞬间锁定了郭方东。血压、血脂、血糖乘10，霉运也乘10。血压、血脂、血糖乘10，霉运也乘10。江福也不知道霉运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到底能不能乘10。要是真的能乘10的话，江福可就要把自己的好运乘10了。而另一边，几乎快要脱离精神力范围的郭方东，脚步忽然一顿，整个人突然平地跌了个四脚朝天，紧接着他的鼻孔里也紧跟着喷出一道道嫣红的血泉。郭方东瞬间头脑眩晕，呼吸困难，一种强烈的恶心感充斥在他的胸腔。郭方东想要叫，但喉咙却好像被什么卡住了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随即江福收回了精神力，不再理会郭方东。现在他也只能先用这种方法，将这两个便宜舅舅、便宜舅妈硬控在医院，防止他们继续作妖。对了，斩草要除根，还有我那个亲爱的表弟郭晓峰。算了，这个不急，还是先解决了我自身的情况。看来这3天时间里，得想办法弄到一颗气血丹，或者类似乌炼果那样的灵果。再不济，也得找来其他可以提升气血的东西。如若不然，就算3天过后还能继续乘10，那乘10的收益也会递减。这样想着，江福走到病房的衣柜旁，江福从里面拿出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，正是滨城9中的校服，换下了身上的病号服。江福缓步走出了病房，可刚坐电梯来到1楼，迎面却突然间冲来一道熟悉的身影，而此人正是江福的便宜表弟郭晓峰。当他见到江福的时候，先是一愣，继而嘴角划过一抹渗人的冷笑，随即伸出手臂，一把推在江福的胸口上。闪开，别挡路！顿时，江福只觉得被一股巨大的力道轰在胸口上，整身躯不由自主地朝着后面连退10几步，险些摔倒在地。郭晓峰，你发什么疯？江福，你又皮痒了是吧？不过现在小爷没空理你，等一会儿再收拾你。说话间，郭晓峰掉头朝着电梯方向而去。他见到那正在闭合的电梯，一边跑一边朝着电梯门里的人咆哮道：“赶紧把电梯门打开，否则别怪我抽你们！”看来他应该是接到葛燕霞病重的消息，才匆匆赶到医院的。那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别走了。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。系统，给我把郭晓峰的血压、血脂、血糖乘10。江福话落，就在郭晓峰来到电梯前的一瞬，他的身体一僵，随即猛地一抽，鼻孔里喷出2道血泉，整个人翻着白眼扑倒在地，脑袋恰好摔在那2扇即将闭合的电梯门中间。哐一声闷响，电梯门狠狠夹在郭晓峰的脑袋上，随后又缓缓打开，然后闭合，打开，闭合，如此反复了10几次，电梯里的人才反应过来。卧槽，快跑，电梯失控了！快来人，有人脑袋被门夹了，流了好多血。随即众人7手8脚地抵住失控的电梯门，把郭晓峰的身体拖了出去。此时郭晓峰脸色青紫，翻着白眼，鼻孔还滋滋喷血。江福见状也收回了精神力。这一家人得同一种病，这算是家族遗传了，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吧？不过血压、血糖、血脂升高10倍，对武者来说不算什么大病，应该是可以治好的。那么想到这里，江福瞥了一眼郭晓峰的胯下，乘10。此时正一边翻着白眼一边喷鼻血的郭晓峰身体猛地一沉，他的脑子有了一瞬间的清醒，一脸惊恐地看向自己的胯下。自己下面怎么感觉不对劲，好像多了好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话说回来，我把他那玩意乘10了，确定不是在给他发福利吗？话说回来，我把他那玩意乘10了，确定不是在给他发福利吗？应该不是，只是那玩意乘10了，腰子还是2个，能力应该不会提升吧？等等，我既然能将郭晓峰的那玩意乘10，那岂不是说我也能将一些变异兽，甚至界兽的身体器官乘10？只要我能杀死1只变异兽，就等于有了10只变异兽的尸体。江福的脑子飞快转动，他想起了在学校里学过的知识。一阶变异兽赤尾鼠，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那条赤红色的尾巴。我可以先把尾巴乘10，然后再把赤尾鼠乘10，这样就能得到100条赤尾鼠的尾巴。这应该不算叠加乘10吧？嘿嘿，真是想想就激动。不行，我得冷静。现在身上啥也没有，没有手机，也没有钱包，还是先回家一趟再说。可回到家搜索了一圈后，江福发现果然和他预想的一样，家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修炼用的资源也是半点没有。显然他父母留下的财产和资源不是被那一家3口挥霍一空，就是被转移走了。好在郭晓峰的房间里还有台能用的电脑，江福连忙上前打开了电脑，可电脑的显示器亮起后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卧槽，这不是原主的女神班花女友韩若冰吗？定格的画面上，少女娇俏妩媚，衣着清凉大胆近乎于无，正摆出一个奔放的姿势，完全没有半点学生的样子。江福所在的是滨城9中高34班，韩若冰则是高34班的班花，甚至是校花的有力竞争者。我说韩若冰怎么会跟葛燕霞提出同样的要求，要求原主去荒野区帮她采摘灵果？原来是这2人早就搞到一起了。这原主还真是个大冤种，被这些人当成日本人整了。这笔账以后再算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钱，是活下去。
随即江福关了画面，打开浏览器，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精神力的相关事情。江福已经决定去荒野区猎杀小型变异兽，这是现阶段来钱最快的方法。而他所能倚仗的就是那达到1000的精神力，但江福并不知道1000的精神力具体是怎样的层次，所以需要调查清楚。可惜江福浏览了大半天，网上关于精神念师的内容并不多，只有一些粗略的简介和只言片语的说明。精神念师神秘而强大，可以隔空控物，乃至精神冲击，杀人于无形。对了，还有武者论坛啊。蓦然间，江福想到了另一件事，他急忙输入一串网址。在成为武者之后，原主便受邀前往武者公会注册武者身份，获得进入武者论坛的资格。可当江福打开论坛入口，输入自己的武者身份信息之后，他却傻眼，屏幕上赫然写着当前武者身份已注销。什么？我的武者身份认证被注销了？这绝对是郭方东和葛艳霞那2个货干的。不过武者身份信息被注销了，是可以进行重新认证的。可我现在的气血值只有70，并不符合重新成为武者的标准啊。想到这里，江福有些头大。这个世界看似和平，却仅限于人类生存的城市，城市之外的荒野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。平民阶层的普通人，就是被养在温室里的花，一般情况下是没有权限离开城市的。唯有通过武者公会认证的武者，才有离开城市、进入荒野的资格。此刻，江福进入一个死胡同，武者身份被注销，不能使用武者论坛是小，无法进入荒野区是大。对于现在的江福而言，进入荒野区猎杀变异兽是来钱最快的方法。对了，或许我可以用精神念师的身份去认证武者啊！武者公会一定可以为我解答关于精神念师的问题。不过在去之前，还有一样东西得诚实。忽然间，江福的精神一动，他想起了方才在医院时郭晓峰推搡他的场景。其实那一推，以江福现在准武者的体质，是完全可以躲开的，但他根本就没有料想到郭晓峰的那一推，身体也做不出相应的躲避。神经反应速度，对，就是神经反应速度必须要快。身体的反应和精神力的反应都受到神经反应速度的制约，神经反应速度不够，我的精神力再强也无济于事。我连郭晓峰那个草包的一撞一推都躲不开，要是面对变异兽的话，别说是击杀，保命都难。神经反应速度乘10，持续3天。下一瞬，江福的身体轻轻一颤，他只觉得眼睛看到的、精神力感知到的一切好像都变慢了。随即江福又从厨房找到了一把水果刀，在对其强度、硬度、韧性、锋利、品质全部诚实带在身上后，才来到武者公会。你好，是你，江福？你认识我？江福同学果然是贵人多忘事，上次你来进行武者认证的时候，就是我接待的你。你这次来是？我的武者信息被人恶意注销了，这次是来进行2次认证的。恶意注销？对。行，你先稍等一下。随即，徐露露对着电话的另一边把江福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紧接着，江福就听到电话另一边响起了一个愕然的声音：“你说什么？谁？江福？9中14班老徐班上的那个江福？你确定是江福？他不是死了吗？”徐露露闻言有些迷茫地看向江福，就没死成。而电话另一边的人也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失态，赶忙平复了一下语气：“行，你带他来2楼武者认证大厅。沈主管他中午喝多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带你去武者认证大厅。”真是见了鬼了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不但活下来了，还跑来2次认证武者。说话间，他又小心翼翼地看向对面沙发上坐着的女生。女生的身上穿着9中的校服，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，正翘着2郎腿，低头玩手机。女生没有抬头，明显对沈燕的话并不感兴趣，似乎是注意到了沈燕的目光。女生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滑动了几下，一套丝滑小连招带走对面5个人后，才抬起头来，露出一张白皙清冷却又异常好看的脸。办好了。听到女生的话，沈燕不由得瑟缩了一下，似乎很怕面前的女生。马上，已经有学生来认证武者，可以帮您一起办理。女生闻言哦了一声，随即低下头，视线重新落回手机上。沈燕见状，稍稍松了一口气，快步离开办公室。江同学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又见面了，自己记忆里并没有这么一个人。江同学，这位就是沈主管。哦，沈主管好。这小子看样子好像不认识自己，也对，这小家伙似乎有些自卑。上次来的时候一直低着头，根本就不敢看自己。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说话间，他转身离开了认证大厅。沈燕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江福，
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你要进行2次武者认证，可你的气血并没有达到或者恢复到武者水准。以沈燕的修为境界，自然一眼就能判断出江福的气血。2次认证武者，并不会因为你之前是武者，被错误注销了武者身份，就会降低标准。气血没有达到武者标准，依旧无法认证成功。建议你再恢复一段时间，等气血恢复。下一刻，沈燕瞪大了眼睛，只见一枚小小的硬币漂浮在江福的面前。那我可以认证精神念师吗？沈燕闻言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平复了下心绪。可以，看来这小子在荒野区的时候，虽然被打得只剩下一口气，却得到了某些机缘，不仅修复了身上的伤势，还开启了精神力，成为精神念师。给我来吧！沈燕没有再多说什么，转身便朝着认证大厅最深处的那间房间走去。来到房间，沈燕拿出一个仪器。你将右手放在仪器的触控屏上，然后将精神力集中在右手上。然后江福把右手放在仪器的触控屏上，下一瞬，仪器的显示器之上数值飞快跳动，最终数值定格在1000之上。我靠，1000的精神力！1000的精神力很高吗？我靠，1000的精神力！1000的精神力很高吗？这不是高不高的问题，那是一种十分特别的。算了，我等你的武者身份认证完，你自己去论坛上查吧。行了，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去给你办理武者身份信息。说话间，沈燕就快步离开了房间。没一会功夫，沈燕已经拿着资料和武者徽章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石同学，你的武者身份信息已经办理好了。好，这次麻烦沈主管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石同学慢走。对了，今天的事情不要和任何人提起。石同学放心，我一定守口如瓶，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位小祖宗比1年前更吓人了。19离开后，沈燕又赶忙拿起江福的档案袋和武者徽章，来到了认证大厅内，将档案和徽章交给江福。谢谢了，沈主管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我真走了。沈主管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见沈燕整个人如雕塑一般站在那里，江福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认证大厅，同时心底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失落。看来精神念师在武者中的地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，本以为那位沈主管会给我开出一些条件，趁机拉拢我呢。也对，精神念师又不是序列武者。随即江福便有些心不在焉地离开了2楼，来到1楼的生活娱乐区。可就在他路过一家网咖的时候，一个脸上有一条刀疤的男子恰好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刀疤男见到江福的一瞬间，脸色一变，条件反射般地躲到一旁。他看着江福远去的身影，赶忙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吴哥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有屁快放！是江福，他竟然没死。江福，你见到江福了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就在武者公会1楼。跟紧了他，看看他要去哪里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哎，好。我说那小子跑到哪里去了？原来是跑到武者公会去了，看来是想进行2次武者认证。老郭说的没错，那小子应该是采了什么狗屎药，吃了一颗灵果。而此时的江福并未立刻离开武者公会的大楼，而是在这1楼大厅的公共区域中闲逛。我靠，这些装备都这么贵的吗？一个普通大小的背包就要18888，还有一颗气血丹50万，不是30万吗？这里居然还加价了20万，看来这个世界的武者要么是大富豪，要么是大冤种。算了，不看了，继续看下去，道心受损的，还是先出去赚钱。就是不知道我的余额能不能诚实。就这样想着，江福离开了武者公会的大厅。那一直躲在角落里的刀疤男见状，也快步跟了上去。他竟然去了安全出口，这是要去荒野区。刀疤男见状，连忙将消息发送给了老吴。而老吴接到消息之后，先是一怔，继而大喜。又去荒野区？那小子简直记吃不记打。赵大鹏，你带着几个兄弟去荒野区，直接干掉那小子。这次不用留全尸，把他的脑袋带回来就行。对。而此时武者公会大楼2楼的认证大厅之内，沈燕正眨巴眼睛，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。不对劲！卧槽，江福那小子可是精神念师，而且还是一个年仅18岁，初始精神力就达到1000的精神念师，我怎么就让他这么走了？下一瞬，沈燕的身形直接化作一道残影，瞬间追了出去。然而武者公会附近早已没了江福的身影，而此时的江福正朝着安全通道的入口而去。通向荒野区的安全入口就在城墙下方，是一道半径大约10米的弧形通道，内部设立18道关卡，严防死守，防止变异兽或者界兽从这条安全通道侵入城市。入口处，一名身穿黑色重甲的守卫见到江福到来，不由瞪大了眼睛。怎么又一个穿着校服的高中生？
是你，我记得你。上次你是竖着出去，横着回来的，不是？受那么重的伤，你竟然还活着！那个运气好，运气好。那你的运气确实不错。怎么，你还要出城？不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你才刚成为武者，而且还是学生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我建议你先在学校好好学习，等强大之后再去猎杀变异兽，搜寻资源。运气不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。上次去荒野，这小家伙还穿着一身作战服，这次倒好，穿着剑校服就往荒野区跑。还有刚才那个女生也是，现在的高中生都这么颠的吗？穿校服去荒野？我就是出去看看风景，马上就回来。我觉得你是出去选坟的。江福闻言有些无语，他不想再和守卫说话了，直接迈步走进了安全通道的入口。江福踏入安全通道的一瞬间，眼前似乎有一道红光扫过，被他挂在上衣拉链上的武者徽章便发出滴的一声，冰冷的电子音在江福的耳畔响起。这是怎么合适？允许进入荒野区。江福对这套流程并不陌生，也并未在这里停留太久，而是快步朝着通道的另一端而去。安全通道内部的墙壁上还设有各种高清摄像头，以及各种隐藏起来的激光武器。总之，这里对于人类武者来说是安全通道，但对于变异兽或者界兽而言，就是绝对的禁区。而就在江福进入安全通道后不久，7名身穿作战服、身上背着战刀的武者也紧随其后大步走进安全通道。守卫见状，不禁暗暗点头。这才是进入荒野区该有的样子吧？那2个高中生，希望他们能竖着回来吧。很快，江福就通过了安全通道，来到了这个世界真正的天地——荒野区。系统帮我把好运乘10，找到灵果的概率乘10，灵果被我找到的概率乘10，找到深渊果实的概率乘10，深渊果实被我找到的概率乘10，全部持续2个小时。精神力笼罩最大半径乘10，持续2个小时。话音落下，江福的精神力瞬息铺散开来，半径10米的笼罩范围瞬间化作一个半径100米、直径200米的球形。速度也乘10，持续2个小时。速度也乘10，持续2个小时。走。下一瞬，江福的身躯化作一道残影，彻底消失在原地。而就在江福离开后不久，赵大鹏等一行7人也从安全通道里走了出来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点，进出安全通道的武者并不是很多。赵大鹏在这周围左右环视了一圈，却并没有见到江福的身影。人呢？难道躲在安全通道里还没出来？卧槽，鹏哥你快看，那个不会是江福吧？赵大鹏顺着同伙所指的方向，就见到地平线的尽头，一个蓝色的小圆点正在飞速移动，很快就消失在了地平线的尽头。他怎么这么快？比普通的初级武者还要快上一些。菜鸟就是菜鸟，敢在荒野区这样浪费体力，就算是在这30里的空白区，也有一定几率遭遇变异兽的。赵大鹏看着江福飞速远去的身影，心底蓦然间产生了一个念头。他和其他6人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：灵果。江福一定是吃了灵果，所以才能快速恢复气血，重新成为武者。现在还有这般急着来到荒野区，难道他找到了不止1颗灵果？那还不赶紧给我追！一路狂奔，江福很快就跨越了30里的空白区，进入到真正的荒野区。10分钟，30里。现在的我简直快得可怕，而且速度乘10，只是速度乘10，并不需要我付出相应的体力。看来这里已经是真正的荒野区了。虽然只是边缘地带，但依旧随时都会出现危险的变异兽。下一瞬，那柄被各种乘10过的水果刀从袖子里飘了出来，悬在江福的身边。数量乘10，持续2个小时。下一刻，10把水果刀泛着凛冽的寒芒悬浮在江福面前。江福的精神力移动，10把水果刀瞬间朝着10个不同的方向而去，在半径100米的范围内往来游弋。江福见状，心里也瞬间有底。随即，江福凝神静气，释放精神力，开始搜寻赤尾鼠的踪迹。一只赤尾鼠可以产出100条尾巴，武者公会开出的收购价是200夏币一条，就是2万夏币。只要我能抓住15只赤尾鼠，就能在医院购买1颗气血丹。这样想着，江福的精神愈发集中。有人来了。蓦然间，江福微微皱起眉，在他身后的空白区方向，7道武者的身影十分突兀地闯进了他的精神力笼罩范围，径直朝他的方向而来。江福见状赶忙收起悬在周围的10把水果刀，打算换个位置，但就在下一刻，7人的对话声却传入他的精神里。哥几个，抓活的，先扭断他的手脚，等逼问出灵果的线索之后，再扭断他的脖子。话音落下的一瞬，7人同时加速，朝着江福藏身的位置冲了过来。灵果，他们是来找灵果的。这时江福忽地想起郭方东和那个老吴的对话。卧槽，冲我来的，快跑！在诚实的神经反应速度与诚实的速度双重加持下，江福的身躯直接化作一道残影，消失在原地。
这7人就算不是老吴，也是和老吴一伙的，应该都是郭方东找来对付自己的人。江福可不觉得他这个还没来得及出茅庐的小菜鸟会是7名身经百战、杀人如麻的武者的对手，而且对方的速度极快，和他成时候的速度相差无几，几乎就在江福离开藏身之处的下一秒，7道身影就已经落在那里。卧槽，这小子的反应好快，快追！卧槽，这小子的反应好快，快追！7人同样没有任何迟疑，同样化作7道残影，朝着江福的身影追了过去。这7人可是货真价实的武者，他们的爆发力要远远超过江福，几乎就在转瞬间，他们就拉近了与江福的距离。而此时，江福的大脑已经彻底冷静下来，而且诚实的神经反应速度让江福的思维也变得愈发清明。他的精神力扫过跑得最快的赵大鹏，嘴角划过一抹冷笑，哼，左腿数量乘10，持续0.1秒。而此时正在急速奔跑中的赵大鹏，原本的一条左腿突然变成了10条，虽然只持续了0.1秒，却依旧破坏了身体在急速移动下的平衡，立刻朝着前方扑倒而去。而就在这同一个瞬间，一道小小的灰色暗影闪烁着凛冽的寒光，朝着赵大鹏的咽喉直刺而去。而赵大鹏的身体已经扑倒在地，他的脸对着地面，朝着前方滑行了几十米，才堪堪停下。其余6人见状，脸色一变，赶忙停下，来到赵大鹏的身旁。他们先是面面相觑，确定了彼此眼中的震惊之后，才齐齐看向赵大鹏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刚才鹏哥好像长了10条，不对，是11条腿，是11条腿。0.1秒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眨眼的一瞬间，但对他们这些拥有强大武力的武者而言，足够他们看清楚很多东西了。就在这时，赵大鹏从地上爬起来，他先是呸了一口，将嘴里的杂草和泥巴吐出去，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腿。不是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我的腿？我的腿好像变多了。说话的同时，赵大鹏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喉咙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，但被防护服的护颈挡住了。远处，江福的身体依旧在急速狂奔，终于来到一处小小的山谷，他才隐藏身体停了下来。江福看着属性面板上的内容，脸色微微有些难看。原本一直是1000的精神力，在给赵大鹏的左腿乘10后，变成了999。之前的乘10都没有消耗精神力，难道是武者？可是葛燕霞、郭方东、郭晓峰3人乘10都没有消耗精神力啊。虽然只消耗了1个精神力，但依旧让江福警惕起来。不对，葛燕霞、郭方东、郭晓峰3人虽然是武者，却都是资源堆出来的草包，而方才那个刀疤脸身上气血磅礴，不知道是那几个草包的多少倍。难道说武者的气血可以对抗乘10的能力？武者气血越是强大，乘10的阻力就越大，就需要消耗精神力加持乘10，或者破开武者的气血阻力。先当成一个假设，后续慢慢验证。假设完毕，江福又开始思考另一件事，他的水果刀。那经过各种乘10的水果刀再次中刀疤脸咽喉的一瞬间，在庞大的冲击力之下，直接炸成铁屑。难道是作战服？刀疤脸身上的作战服将喉咙也保护了起来。此时此刻，江福终于看懂何为作战服。所以，一把普通的水果刀，就算各种乘10，却依旧不如一套最低阶的作战服。这时江福想起武者公会交易区当中一套低阶作战服，标价12万3，与那7人身上穿着的作战服大同小异。这样说来，这样一套作战服卖12万3，还真不算贵。看来下次出手要对准他们裸露在外的地方了。江福看着身边悬着的9把水果刀，脸色微微有些难看。武者公会交易区展示的作战服，包括了头盔、护目以及面甲。刀疤脸这些人应该是没把自己当回事，也就懒得戴头盔了。看来必须得趁他们轻敌时解决他们了。这样想着，江福的精神力瞬间铺散开来，100米的半径范围内并没有赵大鹏这些人的身影。显然，他们还在震惊于那10条突然冒出来又突然消失的左腿。突然间，江福的眼睛微微一亮，他的精神力笼罩范围内出现了一条拖着赤红色尾巴的鼠类，正是江福此番寻找的目标——赤尾鼠。然而，就在下一刻，随着一声电子音响起，一直悬浮在江福脸颊右边，好似一块透明手机屏幕一样的光幕忽然闪了一下，紧接着第2道光幕出现在他的眼前。名称：赤尾鼠，等级1，弱点肚脐，重要器官尾巴。江福的眼睛死死盯着这第2道突然跳出来的光幕，他将系统乘10之后，系统虽然没再搭理他，但那10道光幕却都留了下来，其余9个一直折叠在第1道光幕后面，却没想到在江福第一次面对变异兽的时候，竟然主动跳了出来。虽然并没有给江福带来叠加乘10的能力，却显示出了赤尾鼠的等级弱点
以及身上的重要器官，或者说值钱的部位。此时，那只赤尾鼠并没有出现在江福的面前，而是在他的精神力笼罩范围，位于地下30米的一处洞穴当中，并且还在急速朝着更深的方向而去。所以，只要我的精神力捕捉到变异兽的踪迹，这个属于变异兽的属性板就会出现。这系统光幕看来只能呈现出变异兽的弱点，不过掌控了变异兽的弱点，那么猎杀变异兽的效率也会提高。不过现在可不是想变异兽的时候。想到这里，江福把目光看向了身边悬浮着的9把刀。还有什么可以乘10呢？对了，破防、伤害、暴击率全部乘10。江福也不管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真的乘10，就好像之前给郭方东乘10的厄运，给自己乘10的好运，找到灵果的概率以及找到深渊果实的概率一样，这些东西虚无缥缈，既没有实体，也看不到数值，反正乘10就对了。死马当活马医，这9把水果刀依旧悬浮在江福的身边，刀锋之上隐隐间有寒芒闪过，江福匍匐在地，缓缓朝着山谷之外挪去。来了！蓦然间，7道身影闯入到精神力笼罩范围，没有戴头盔、面甲、护目镜。江福的眼睛一亮，他直接趴在原处一动不动，9把水果刀贴着地面，无声无息地朝着那7人游去。先杀1人，抢1把战刀，这是江福的计划。这处小山谷内的地形复杂，现在是3月中旬，枯草树木和新生的植被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。对面7人在来到这处山谷之后，便放慢了脚步，小心谨慎地警惕着四周。江福匍匐在一处掩体当中，使用精神力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那7名武者的一举一动。这7人野外生存经验远在我之上，幸好我是精神念师，在这种地形里占据绝对的优势。江福的头脑愈发冷静，脑海中回忆着自己的第1把水果刀在命中对方咽喉时被炸成碎屑的一幕。江福看着对方手里握着的战刀，尝试着用精神力去碰触了一下，却惊讶地发现那柄战刀之上存在着一股和武者自身一模一样的气血，抗拒着江福的精神力。抢不走，根本抢不走，难怪那个沈主管懒得招揽我。看来精神念师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。而在这时，赵大鹏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腿，然后与其他6人低声交流。以那小子的速度，这段时间最多跑到这里，方圆50里内也只有这处山谷可以藏人。那小子必然藏在这里，先分头搜寻，实在找不到，就烧了这处山谷，将他逼出来。7人对视一眼，随即缓慢散开，朝着山谷内部而来。听到7人的对话，江福的心头一紧。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，得主动出手。可忽然间，江福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那个刀疤脸时不时地低下头去看他的左腿。左腿？对了，我给他的左腿乘10，肯定会给他留下心理阴影。江福的眼睛一亮，他的眼底瞬间闪过一抹不怀好意。左腿数量乘10，这次没有持续时间，永久乘10。话音落下的同时，江福眼睁睁地看到面前的属性面板中精神力数值直接扣除10点，从999变成了989。永久乘10和现实乘10消耗的精神力不一样，乘10 0.1秒消耗1点精神力，永久乘10消耗10点精神力。在乘10的瞬间，没有感觉到任何阻力或者阻碍。不对，有点怪怪的，感觉哪里不对，看来还得继续实验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腿怎么又变多了？就在赵大鹏第11次看向自己的左腿时，口中猛然发出一声惊恐而凄厉的大叫，随即整个人倒在地上，满目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左腿。赵大鹏的左腿再一次变成了10个，包括裤腿以及脚上穿着的鞋子。怎么回事？光头等6人听到赵大鹏的惨叫，心头一惊，连忙朝着赵大鹏的方向而去。江福的精神力锁定了其中一个身材高瘦的男子。左脚脚趾数量乘10，持续1秒。话音落下，江福的精神力再度扣除1点，从989变成988。而那个正在急速奔跑的高瘦男子身体一个踉跄，直接摔倒在地，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正常的酱紫色，口中也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。我的脚！而就在高瘦男子张嘴的一瞬间，他面前的地下陡然窜出9把水果刀，9把飞刀几乎连成一体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，在男子那惊恐而绝望的眼神下刺入他的口中，又从他的后脑处窜了出去。高瘦男子双目圆瞪，他的嘴巴无力地开合了几下，然后倒在地上，声息全无。果然可以，脚趾数量乘10，从5根变成50根。而对方脚上穿着的作战靴大小却没有发生变化，一瞬间那诚实的脚趾头被作战靴击碎，这种巨大的痛苦看来就算是武者也无法忍受啊。下一瞬，江福的精神力碰触到了那把落在地上的战刀，随着武者身死，战刀之上的气血也随之消散，不再抗拒江福的精神力，那柄战刀瞬间消失在原地。再实验一下，左腿数量乘10，持续1秒。
话音落下，那已经死去的武者左腿瞬间变成了10个，江福的精神力却没有半点消耗。此时，另外几名武者听到这边的动静，赶忙过来查看，一眼就看到了尸体左腿变成10个的一幕。什么10条左腿？什么10条左腿？不过这10条左腿只持续了1秒，然后便消失不见。而下一刻，那具尸体动了动，恢复成1条的左腿，再一次变成10条。卧槽，闹鬼了，快跑！见到这一幕，另外5人的脸色狂变，他们没有任何迟疑，转身就朝着山谷之外狂奔而去。江福的眼睛却是亮了亮，对尸体诚实并没有消耗精神力。看来自己之前的推测有些偏差，不是所谓的气血抗性，而是生命。这名武者虽然死了，但那身磅礴的气血并未立刻消散，诚实却无需消耗精神力。自己的精神力也不是破开所谓抗性，而是诚实的力量源泉，给没有生命的死物或者弱小的生命诚实，不需要精神力；给实力强大的活物诚实，就需要以自己的精神力为动力。想到这里，江福的眼底洋溢出一抹笑，但却并没有任何迟疑。他的精神力再次锁定跑在最后的那个光头。左脚脚趾数量乘10，持续时间1秒。话音落下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光头顿时发出惨叫，身体一个踉跄跪倒在地，随即接连9把水果刀从地下窜出，瞬间刺进他的嘴里。一连串的响声过后，光头扑倒在地，声息全无。那4名武者立刻就注意到了光头的动静，4人的心头愈发惊恐，而且更让他们恐惧的是，光头死去的一刹那间，左腿变成了10条。10条左腿，又是10条左腿。这4人只觉得头皮发麻，血液倒流，那种未知的恐惧立刻占据心头。一瞬间，他们的速度飙升到极致，以最快速度逃离出了这座小山谷，一溜烟不见了。此时，赵大鹏也看到了这一幕。你们等等我，等等我！见到同伴逃出山谷，他也踉跄着想要起来，但10条左腿一字排开，就好像孔雀开屏。赵大鹏刚刚起身，10条左腿同时迈步，然后扑通，10条左腿直接绊在一起，赵大鹏重新摔在地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的腿怎么变得这么多？此时，就算赵大鹏身经百战，杀人无数，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。但就在下一刻，赵大鹏猛然间瞪圆眼睛，就见一把十分眼熟的战刀破空飞来，朝着自己的脑袋直直劈下。谁？赵大鹏惊怒出声，随即陡然间抬起右手之上的战刀劈了过去。然而，就在下一瞬，赵大鹏口中发出一声更加凄厉的惨叫，整个身体都因剧烈的疼痛抽搐起来。那10条孔雀开屏一样的左腿，好似羊癫疯一样疯狂抖动。10条左腿，10只左脚，500根脚趾同时被战血击碎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那把飞来的战刀十分轻易地划过赵大鹏的脖子，随着头颅跌落，赵大鹏死。这一次，作战服上的护警没能保住他的头颅。江福的精神力微微一动，那把黑漆漆、泛着凛冽寒芒的战刀便飘到了他的面前。战刀长约3尺，1掌宽，手掌厚，入手沉重。江福用手去拿战刀的时候，一个不留神，险些没拿住。卧槽，这刀至少100斤重，这玩意就卖66666，上辈子6万多块，可买不到这种刀啊！看来不是刀贵，是我穷啊！看来不是刀贵，是我穷啊！随即江福精神力一扫，不远处另外2具尸体旁的战刀也来到了江福的面前。这一把低阶战刀标价66666，乘11下就是30把战刀。不过这些刀都是二手货，应该卖不了原价。接着江福又用精神力将3具尸体上的作战服乃至其他装备全部卸了下来，堆在自己的面前。3套作战服，3把战刀，3部手机，1个野外背包，一堆补充体力的能量丸，10几瓶未开封的矿泉水，还有一些打火机、香烟之类的小物件。江福看着面前的东西，立刻就明白过来，看来这7人不是顺手，而是专门来杀我的呀。大概是因为觉得任务太过简单，所以身上并没有带多少装备。看来我的脑袋还挺值钱，值得7名武者特意跑一趟。郭方东、葛艳霞还有郭晓峰，你们给我等着。之前忙着保命，没空料理你们，等回去之后就给你们找个条件环境差不多的瘫痪疗养院，过完下半辈子。我简直就是个绝世大圣母啊！这样想着，江福的视线落回到面前这些装备上面。虽然东西不多，但乘11下，我的气血丹不就有着落了吗？不行，不能操之过急。现在另外4人还活着，暗中还藏着一个老吴。我带着这些东西回去，万一走漏风声，传到他们的耳中，杀人倒是没什么。这些人都是来杀我的，被反杀了也怨不得谁。但是那10条粗壮的大长腿，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和我产生任何关联，还是得苟起来当老六。但无论怎样，那些人还有那个老吴绝对不能留。等将这些人都杀干净了，没有苦主了，他们的东西也可以光明正大的拿出去卖了。
而就在这时，面前的一部手机忽地亮起，显示出一条简短的信息。江福皱了皱眉，面前刀影闪过，瞬间将那3部手机碾碎，然后将残骸丢到远处那3具光溜溜的尸体上。紧接着，他又将3具尸体弄到一起，然后又弄一些干草和枯树枝铺在了上面。随即，江福用精神力操控打火机，点燃那堆枯草。火焰温度乘10，火焰燃烧速度乘10。话落，上千度的火焰燃烧，瞬间将尸体烧成灰烬。等火焰完全熄灭后，江福看向地上的骨灰。风速乘10，持续3秒。一阵强风吹过，骨灰扬起，无影无踪。而山谷之外，4名武者的速度飙升到了极致，一口气回到空白区的边缘，才停了下来。4人用双手撑着膝盖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刚才你们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了吗？左腿，10条左腿，我可以肯定是左腿，然后他们就都死了。说话间，4人面面相觑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对未知的恐惧。虎哥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回去吗？再等等，刚才江福的反应速度以及奔跑速度都已经接近中阶武者的程度，但他的身形和动作乃至奔跑姿势，根本就是连武者都不是的普通人，根本不懂如何发力。那江福找到的绝对不是普通的1阶灵果，极有可能是2阶，甚至是3阶灵果。另外3人听到2阶、3阶灵果的字眼，呼吸瞬间变得沉重。最普通的1阶的物炼果，武者公会给出的收购价是100万；2阶灵果的最低收购价1000万；3阶灵果的最低收购价1个亿。这对于他们这些底层的普通武者而言，无疑是一笔巨款。更何况，灵果对武者也有着极大的好处。可是10条左腿，那腿应该和那座山谷有关。大鹏第一次变出10条左腿的时候，我们距离山谷已经不远了。那个时候，大鹏的10条左腿持续了0.1秒，直到进入那座山谷才真正出事。咱们别靠近山谷，就在这附近等着江福。我就不信那小子天黑不回城。而且你们就不想知道他们的左腿是怎么变成10条的吗？若是我们能找到那个能让人左腿变成10条的东西，虎哥的这番话立刻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贪婪。富贵险中求，拼了！而此时，山谷当中，江福正看着地上这被撑得满满的背包，有些头疼，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，装不下。但突然，江福眼前一亮，似乎想到了办法。背包的大小不变，容积乘10。话音落下，原本鼓鼓囊囊的背包立刻干瘪下来。江福瞪大眼睛，他颤抖着手重新打开了背包，作战服、战刀以及其他一些零零总总的东西完好无损地放在背包里面。但背包内部容积却比之前大了10倍，而从外面看上去，背包的大小没有任何变化。卧槽，竟然真的可以！随即江福又用手提了提，发现背包并没有变重。江福把空间背包背在背上，然后又用精神力从包里拿出了一把战刀，把这把刀的韧性、硬度、锋利、材质、品阶、破防全部乘10。下一瞬，战刀之上爆发出一阵轻轻的嗡鸣，黑漆漆的刀锋之上出现星星点点的光斑。江福看着悬浮在面前的战刀，不禁咂咂嘴，可惜这是一把刀，而不是一把剑。等以后有钱了，就找人锻造一把剑，剑比战刀轻薄，更适合精神念师，到时候就能圆我一个剑仙梦了。但现在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他很快便将脑海中的想路飞飞掐灭。从我出城到现在，时间过去大约半个小时，我还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猎杀赤尾鼠。不过，另外4个武者会不会在外面堵我？应该会吧。江福看了一眼属性面板，自己的精神力还剩986，不过精神力笼罩范围依旧是半径100米的球形，并未受到影响。江福稍稍平复了一下心绪，然后就在这座小山谷当中寻找方才那只赤尾鼠的踪迹。找到了。蓦然间，江福的眼睛一亮，那只赤尾鼠已经来到地下40米左右的地方，正在一处洞穴内趴着。江福用精神力操控着战刀，轻轻地破开地面的泥土，朝着地下而去。地下坚硬的泥土在这把被各种诚实后的战刀面前，脆弱的好似豆腐。很快，战刀便来到了赤尾鼠的洞穴处。赤尾鼠依旧趴在洞穴之内，呼呼大睡，并未意识到危险的降临。随即，江福控制战刀，直接一刀便将赤尾鼠的脑袋割了下来。下一瞬，战刀在前面开路，无头赤尾鼠紧随其后，很快就来到江福面前。江福看着赤尾鼠的无头尸体，两眼放光。尾巴数量乘10。下一刻，赤尾鼠那条赤红色的尾巴瞬间变成10条。赤尾鼠数量乘10。然后，江福的面前就多了10只没有脑袋却有10条尾巴的赤尾鼠尸体。精神力没有消耗，看着地上那10具10条尾巴的赤尾鼠的尸体，江福的眼底闪过一抹兴奋。随即，精神力轻轻一动，水果刀对着赤尾鼠的尾巴尽头处切了下去。下一刻，江福一怔，没切动。
尾巴依旧完好无损，长在赤尾鼠的身上。果然，这刀不行，幸好从那几个追杀我的人手里抢来了真正的战刀，否则还真有点麻烦。幸好从那几个追杀我的人手里抢来了真正的战刀，否则还真有点麻烦。随即江福招来那把被他诚实后的战刀，对着赤尾鼠尾巴轻轻一切，就好像是切豆腐一样，将赤尾鼠的10条尾巴轻易地切了下来。紧接着他又一样画葫芦，将其他9只赤尾鼠的尾巴全部切了下来，100条赤红色的尾巴一字排开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江福的面前。背包里的装备不一定能卖出去，但这100条赤尾鼠的尾巴是一定可以卖到钱的。随即，江福把100条赤尾鼠的尾巴放进背包里，然后又将地上赤尾鼠的尸体统统烧毁，最后才背上背包，朝着山谷内部而去。一路上，他的精神力时刻警惕四周，那把诚实后的战刀也贴着地面，跟在江福的身旁，随时应对突发状况。不是说赤尾鼠是荒野中数量最多、分布最广的变异兽吗？怎么这么久才遇到一只？可江福话音刚落，他的精神力就扫视到了第2只赤尾鼠，但还未等江福来得及做什么，就见那只在地下60米左右的赤尾鼠身体化作一道灰红相交的残影，一溜烟就消失在江福的精神力笼罩范围之内，好像是在逃命。江福呆了呆，难道这座山谷里面存在着某些强大的变异兽？就在江福打算退走之际，一股若有似无的血腥气忽然飘了过来。江福的脚步一滞，继而眼睛又是一亮，他吞了一口口水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朝着山谷深处缓慢挪去。先去看看，要是能捡个人啊，不对，是兽头最好，捡不到也没什么损失，就当看热闹了。随着深入，那股血腥气越来越重，不多时，一具庞大的尸体就出现在江福的精神力笼罩范围之内。不多时，一具庞大的尸体就出现在江福的精神力笼罩范围之内。那是一条长达10几米的巨蟒，身躯几乎有水桶粗细。此时7寸处已经破开一个窟窿，生息全无。卧槽，真的捡到兽头了！江福并未掉以轻心，依旧是一步一步慢慢地挪向那条巨蟒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气若游丝的女声忽然传入江福的耳中：“同学，救命！”短短4个字，让江福一个没忍住，险些跳起来。谁？你再往前走10米就能看到我了。江福闻言，小心翼翼地朝着前方走了大约10米的距离。果然，精神力笼罩范围内出现一道身影，那是一个长相十分漂亮的女生，头上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，身上穿着和江福一样的蓝白色9中校服。此时正靠坐在一棵大树旁，懒洋洋地打着哈欠，那神态似乎不是在求救，而是在郊游。但她的双手之上沾满了鲜血，应该是那条大蟒蛇的血。不过让江福注意的是，女生的校服拉链上挂着一枚武者勋章，裤兜里还揣着一个卷成1卷的档案袋，和她自己的有点像。我靠，精神念师比我更强。而江福并未立刻靠近，而是在脑海中搜索这个女生的记忆。原主的记忆中并没有这么一个女生的存在啊！你是9中的学生？女生的身体有些僵硬，见到江福到来，明显松了一口气，嘴角勉强扯出一抹笑。是啊，哪班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这女生的长相，不知道甩了14班的班花韩若冰几条街。9中要是有这么一个人，就算低调隐忍，也绝对不会寂寂无名。而且对方还是比自己更强的精神念师，江福不得不警惕。我叫19，是3天前转到9中的，在高314班徐迟老师的班上，在我左边的裤兜里，你自己拿。江福本想用精神力去拿，但精神力刚刚接触到19的裤子，就自动消失了。果然，精神念师不值钱。随即他只能颤抖着手摸进了19左边的裤兜里。下一瞬，19的小脸一红：“你拿深渊果实就行，别乱摸。”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此时江福的手有些抖，动作的幅度也有些大，在里面抓了半天，也没能抓住那枚深渊果实。19偷偷瞄了一眼江福，见他脸色涨红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也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即将到手的深渊果实。当初自己得到第1颗深渊果实的时候，比他还激动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最终，江福手忙脚乱，在兜里摸索了半天，才将那颗圆滚滚的果子拿了出来。这颗果子大小和能量丸差不多，通体黑漆漆的，表面似乎还缭绕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，看上去就好像是一颗小小的深渊。拿到果子，江福长长松了一口气。真的给我了？我现在又动不了，你拿了就跑我也没辙。江福刚要说话，可忽然间他的脸色猛地一变，一把抱起面前的19，身体陡然间朝着一旁窜了出去。前一刻，江福和19所在的位置已经出现一个大约1米深的大坑，19靠着的那棵树也断裂开来，一只通体银灰色、体型比成年黄牛还大的狼正对着2人龇牙。与此同时，江福面前的第2道系统光幕出现，物种银月狼，等级2，弱点腰肚皮，最有价值的部位皮毛。2级银月狼，逃。
身体快过脑子。再看清楚那只银月狼的前一瞬，江福就已经抱着19，再一次窜了出去。江福就已经抱着19，再一次窜了出去。银月狼先是看了看一旁那条长达10几米的巨蟒，绿油油的眼睛里划过一抹嫌弃，随即他的身体化作一道残影，朝着江福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。江福听到身后的动静，不禁暗骂一声：这狼是不是有病？那么大一坨蛇肉放在那里不要，追我做什么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是变异兽，是有智慧的？所以他知道那条蛇有病。自己好像又被他内涵了。听到身后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19叹了一口气。唉，你还是将我丢下吧，这样你……然而话音未落，19就懵逼地发现自己已经飞到了天上。下方的银月狼见状，身体瞬间腾空，朝着半空之上的那道身影扑了过去。在银月狼的眼中，天上的那道身影虽然纤细瘦弱，却比逃跑的那个更加吸引狼。但就在银月狼腾空的同一瞬间，一把黑漆漆的战刀猛地从天而降，在精神力的加持下，快如闪电，朝着银月狼的腰部劈去。银月狼那双绿油油的眼睛微微眯起，他已经看到了战刀的存在，下意识的就想要躲避，但是半空之上没有着力点，根本无法做出闪避的动作。银月狼的眼底泛起一抹凶厉，这个级别的战刀还破不开奔狼的防御。此时此刻，银月狼的身体依旧在上升，眼看就要碰到半空上的女生，但就在下一刻，银月狼骇然地发现他的身体不对，好像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。原本急速上升的身体，好像是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压住，在距离19的身体还有1米远的时候，猛地向下坠去。而在同一时间，那把战刀重重劈在了银月狼的腰上。银月狼受到引力乘10，持续3秒；战刀重量乘10，持续3秒；战刀受到引力乘10，持续3秒；战刀受到引力乘10，持续3秒。江福活络的瞬间，银月狼那庞大的身躯重重砸在地上，腰部瞬间断裂，整个狼都变成了蛇蝶形。江福停了下来，又快速朝着另一边挪了几步，稳稳地接住了19的身体。他看着怀里的19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幸好你提醒我把你丢掉，不然还想不到这么完美的战术。随即江福瞥了一眼系统面板，发现精神力从986降到了926点，减少了60点。2级银月狼只减少60点精神力，完全在接受范围之内。一次性减少60点精神力，江福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。随即江福低下头，就见怀中女生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自己。怎么了？那只银月狼挺值钱的。江福看了一眼那只和老黄牛差不多大的银色巨狼，不禁有些纠结。这么大的东西，我的空间背包恐怕装不下，要是拖着回去，万一遇到其他武者，8成会被杀人越货。19看着江福那满脸的纠结，略微沉吟了一下。我这里有个储物徽章。啥？储物徽章？空间序列武者做的。听到这话，江福又兴奋地开始颤抖。储物徽章在我里面的衣兜里，你别乱摸。江福闻言老脸一红。刚才拿深渊果实的时候，好像就摸到了不该摸的。你别乱摸。江福闻言老脸一红。刚才拿深渊果实的时候，好像就摸到了不该摸的。那等我不抖了再拿。等你不抖了，其他变异兽也该找来了。那好吧。江福也不再纠结，他抱着19来到一棵大树下面，将它放了下来。里面的衣兜？校服里面。江福深吸一口气，伸出手来拉开女生的校服拉链。此时天气还是有些冷，但19并没有穿太多的衣服。校服里面是一件有些单薄的白色衬衫，最上面的2颗扣子没扣，露出白皙精致的锁骨。再往下，江福吞了一口口水。口袋里。衬衫上只有一个口袋，左边胸前的起伏处上面还有一个扣子。江福伸手捏着扣子轻轻解开。你怎么没把序列果实装进储物徽章里？刚摘下来，还没来得及放，就被那条该死的蟒蛇偷袭。对了，把那条蛇也装进去，有毒的巨蟒应该也挺值钱的。可就在这时，19却闷哼了一声，脸颊以肉眼可见的程度红了起来。此时江福的2根手指正小心翼翼地伸进口袋里。还没够到吗？再不快些，变异兽就来了。江福脸色一变，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婆婆妈妈了，于是他收回手指，手背朝外，将整个手掌插进19胸前的口袋里。在口袋的最下方摸到了一个硬币大小的东西，江福的手指勾了勾，将东西拿了出来，过程中少不得一些磕磕碰碰。19认命般的闭上了眼睛，江福的老脸通红，强行压下心头的躁动。这就是储物徽章。你用精神力开启，密码是3366959。还有密码。随即他按照19的话，将精神力涌入那枚淡金色的储物徽章内部，果然看到了一个好像密码锁的东西，随即输入3366959的密码。下一瞬，好像是一扇大门被推开，一个长宽高各有20米的庞大空间映入江福的精神力。不过空间之内空空荡荡，
角落里放着2个小行李箱，都是敞开着的，一个里面放着食物和水，另一个则装着叠放整齐的贴身衣物。江福赶忙退出精神力。这储物徽章只有精神念师能用吗？这储物徽章只有精神念师能用吗？而此时19好像已经没什么说话的力气了，他努力地张了张嘴。不是，精神念师用精神力，武者用器械。江福看出了他的疲惫。你好好恢复，接下来交给我了。说话间，他伸手替19将那有些凌乱的衬衫整理好，又将校服拉链拉上。江福打横抱起19，来到那头银月狼的尸体前。刚才精神力进入到储物徽章的一瞬间，他就接收到了储物徽章的使用方法。作用范围3米，可以将3米之内所有非生命物体收入徽章内部空间。江福的精神力微微一动，面前这只已经失去生命的银月狼尸体就被收入储物徽章之内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江福又看了看怀中的19，发现他已经闭上眼睛，似是睡着了。江福收起杂念，抱着19朝着黑色巨蟒所在的位置而去。随即江福又用同样的操作将巨蟒收进空间徽章。一瞬间，储物徽章内部原本空空荡荡的空间就显得有些拥挤。江福看着那2具庞大的尸体，不禁咧嘴一笑。有了这2具尸体，自己的气血丹就有着落了。江福的心情激动，却依旧保持冷静。在收走巨蟒的尸体后，便飞速撤离这里。与此同时，附近的10几头原本还围着巨蟒一级变异兽，猛地见到巨蟒消失，立刻变得狂躁，口中发出一声声愤怒的咆哮。可就在江福正打算离开之际，一股恐怖的凶戾气息却陡然间从大地之下蔓延出来，伴随着森冷的气息，迅速进入江福的精神力笼罩范围。江福的脸色瞬间一变，速度在一瞬间便飙到极致。他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，但总之跑就对了。紧接着，大地开始颤抖，地表浮现出一丝丝狰狞的皲裂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地下钻出来。紧接着，大地开始颤抖，地表浮现出一丝丝狰狞的皲裂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地下钻出来。江福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却也明白绝不是自己能招惹的。地下的那个东西并未出现在江福的精神力范围之内，但江福却能明显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压力。看来自己应该是被那东西给锁定了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大地轰然裂开，整个小山谷都狠狠地颤抖了一下。狂暴而恐怖的凶戾气息几乎化作狂风，朝着四面八方席卷，无数变异兽四散飞逃。后方的大地传来轰鸣，似乎是某种巨大的爬行动物正在大地上急速爬行，朝着江福所在的方向急速逼近。但是江福的精神力直径100米的范围内依旧没有那个庞然大物的身影，这也导致了第2块系统光幕始终没有出现。但江福能感觉到那个庞然大物就贴在他的身后。江福咬着牙，2条腿几乎化作残影，在小山谷之内狂奔不止。蓦然间，19那略显困倦的声音传入江福的耳中：刀借我。你收回刀上的精神力，我若强取会伤到你的。好。那把诚实的战刀在江福精神力的操控下始终贴着地面，跟在江福的身旁。听到19的话，他没有任何迟疑，立刻收回附着在刀上的精神力。就在下一瞬，一声凛冽的刀鸣之声响彻天地，原本不过3尺长的黑色战刀忽然迸射出一道长达10余米的黑色刀芒，以一种几乎是闪现的方式瞬间脱离江福的精神力笼罩范围。随即一声闷响后，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，身后传来的恐怖压力迅速消散。那头江福甚至都没看清楚到底是什么的庞然大物，几乎是逃跑似的钻回到地底之下。随即那把战刀慢慢悠悠地飞了回来，无力地掉到江福身后的背包上。19的脸贴在江福的胸前，他打了一个哈欠，闷闷地说道：我最后一点念力也没了，现在你想对我做什么我都反抗不了。我最后一点念力也没了，现在你想对我做什么我都反抗不了。江福他低头看去，怀中的女生脸色苍白，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满是疲惫，正蔫蔫地看着自己。江福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继续狂奔。而很快2人便离开山谷。而与此同时，山谷之外的某处，虎哥等4人感受到山谷中的巨变，同样心惊胆战。这山谷果然不对劲，里面肯定藏着强大的变异兽，甚至是界兽。哎，江福，那是江福，他出来了。不对，他怎么这么怪，越来越怪了。灵果，一定是灵果，怪追。当即4名武者不顾一切，便朝着江福消失的地方追了过去。而江福这边在继续狂奔了10分钟后，也缓缓停了下来。此时就算他有着准武者的体质，也感觉到了疲惫。他找到一棵大树，将19放到树下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他的身旁，随即伸手在19那迷茫的目光中拉开了他的校服拉链。19一脸纠结地闭上了眼睛，似乎是认命了。然后他就感觉到
自己的衬衫口袋微微一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放了进去。紧接着，校服拉链就被拉了回去。19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向近在咫尺的男生，有些诧异地问道：“这储物勋章可是真正的序列物品，价值远在深渊果实之上，你不要。”其实就在江福拿走储物勋章的时候，19就没想过能要回来。他身上的蛇毒十分古怪，虽然不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，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行动能力。正如之前说的那样，无论江福要对他做什么，他都无法阻止。当我傻，身外之物和长期大腿，我还是能分清楚的。江福这话说的有些直白，19闻言也是愣了一瞬，随即他的脸上绽放出一抹笑。行，如果能活着回去，以后我罩着你。放心，一定能活着回去的。说话间，他从背包里取出2颗能量丸，将一颗塞进19的嘴里。这里应该没什么危险，你先睡会儿。此时，随着蛇毒的加深以及那最后一丝念力的消耗，19的脸色苍白，身体也愈发虚弱。随着能量丸的气息慢慢涌入体内，他才微微好受了一些。19嗯了一声，就要闭上眼睛，却忽然发现面前的江福一脸纠结。怎么了？我在想，消耗的精神力该怎么恢复？你没有精神修炼法吗？精神修炼法是修炼精神力的功法吗？唉，我这里有一本，在储物勋章里。江福看了一眼19的胸口，又想起储物勋章里的2个行李箱。还是等你恢复了再给我吧。这荒郊野外的，就算拿到修炼功法，也不能立刻修炼。主要是江福知道自己定力不行，再伸手拿一次，恐怕会把持不住。19注意到江福的眼神，脑海里不禁浮现起方才的一两幕，耳尖瞬间红透，他连忙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。然而就在下一瞬，江福忽然伸手一把抱起地上的19，背靠着大树，一脸警惕。有人来了吗？我能解决。听到这话，19便将头靠在江福的胸膛上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刚才光顾着跑路，忘了还有你们。刚才光顾着跑路，忘了还有你们。经神力之下，之前逃走的那4名武者正从4个方向缓缓地朝着这边合围过来。行走间的声音极小，被四下的风声掩盖，身上作战服也同周围的荒草融为一体。若非江福的精神力时刻开放，单凭肉眼根本就无法发现这4人的踪迹。而那4名武者已经提前锁定了江福的位置。这4人见过江福的速度，所以并未打草惊蛇，选择缓慢靠近，一击必杀。但此刻江福的精神力已经将他们牢牢锁定。之前的水果刀破不开你们的防御，但我的战刀……这样想着，那把被19放在背包上的战刀缓缓地悬浮起来。但就在这时，江福的心中微微一动，精神力的感知下，战刀好像不一样了，一股异常锋锐与精神力十分相似的力量敛在战刀之内。江福下意识地看向怀里的19，女生的脸颊贴着他的胸膛，口鼻间传来均匀的呼吸，这次是真的睡着了。江福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悸动，精神力探入战刀之内，轻轻地碰了碰那道小小的精神。下一刻，战刀发出一声嗡鸣，锋锐的刀锋之上瞬间当起一道黑色的刀芒。江福瞪大眼睛，有些不可思议。与精神力相近，却有着凌厉的锋芒，不会是传说中的刀一把？正好拿你们试刀。这样想着，精神力微动，战刀带起黑色的刀芒，化作一道残影，倏然间消失在眼前。之前的水果刀连脖子上的护颈都破不开，不知道这把拥有刀意的战刀能不能直接劈开他们的作战服？不对，不行，那不是作战服，是我的钱，是我的气血丹。随即江福的精神力瞬间锁定一名武者，黑色的战刀几乎没有任何遮掩，瞬间就来到那名武者的面前。什么精神炼尸？念头刚起，他眼前的世界忽然倒转，继而陷入永恒的黑暗。扑通一声，半颗头的尸体无力扑倒在地。江福也猛了一瞬，战刀刚刚靠近那名武者的脸，还没来得及戳进去，刀锋之上那迸射而出的刀芒便切开了他的脑袋。真的是刀意。江福的眼睛一亮，黑色的战刀化作残影，再度消失。另外3个方向的3名武者并未注意到这边的动静，依旧小心翼翼地靠近江福。下一瞬，黑色的刀芒闪过，直到此时，最后一名武者才终于觉察到不对。怎么回事？那人大惊失色，然后他就看到了那抹黑色的刀芒。至此，追杀江福的7名武者全部死亡。江福收回战刀，黑色的刀锋凛冽，绽放出幽幽的刀芒，源头正是19留在刀内的刀意。好刀，好刀，好刀配老六。有了这把刀，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当老六了。刀意加持，行动间无形无迹，简直就是偷袭暗算的不二利器。下一刻，4套完整的作战服以及4把战刀便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还想在我这个精神念师面前当老六，简直小老六见大老六，看谁溜得过谁。随即江福又喜滋滋地将作战服和战刀全部塞进空间背包里。现在
似乎没别的事情了，要不就把那颗深渊果实乘11下吃掉。下一瞬，江福的精神力锁定了那颗被他揣在裤兜里的深渊果实。我开启序列的概率乘10，我可以吃掉深渊果实的次数乘10，我可以开启序列的数量乘10。好运，好运已经乘10了。这颗深渊果实开启序列的概率乘10，深渊果实的数量乘10。下一瞬，江福的裤兜里多了10颗深渊果实。今天中午，江福上网查资料的时候，也看了一下关于开启序列的科普。吃下深渊果实后，静待14秒，深渊果实的力量会在这14秒内完全融入身体。这个过程也是开启序列的过程。若14秒之内没有动静，那么则意味着开启失败。想到这里，江福随即便抱着19，找了一处荒草相对较高，能够遮掩身形的地方。在确定精神力范围内没有变异兽的踪迹之后，江福不再迟疑，用精神力取出一枚深渊果实，塞进嘴里。瞬息之间，清甜的果汁爆开，在口中化作一道清甜的气流，顺着喉咙冲入体内。下一刻，江福只觉得一股奇妙的感觉萦绕全身，然后14秒过去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生。这就失败了，还好还有9颗深渊果实，继续。第2颗深渊果实入腹，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接着第3颗、第4颗，直到第6颗深渊果实入口，终于有了变化。大约在第6秒的时候，江福的精神一振，一道刺目的金光在他的脑海中炸开。瞬息之间，这道璀璨的金光就在脑海中形成了一道和系统光幕有些类似的光幕。序列：钓鱼佬，类别：休闲娱乐，等级1，技能：河边垂钓。技能描述：钓鱼是一项有益身心的休闲娱乐运动，每日垂钓时间5分钟，有12%的概率随机钓出任意的一节物品。序列描述：合格的钓鱼佬，当勇于直面惨淡的空军。什么？这就是序列？这不就是钓鱼？等等，随机钓出任意的一节物品，所以不是字面上的钓鱼。对了，网上说可以通过升级序列强化序列技能，既然如此，序列等级乘10，持续30秒，每日垂钓时间乘10，钓出物品的概率乘10。下一刻，脑海中的金身光幕一颤，关于序列的描述瞬间发生变化。序列：钓鱼佬，类别：概念系，等级：神序列技能：垂钓诸天。技能描述：空间为河，时间为水，万界之天，垂钓诸天。每日垂钓时间1小时，有120%的概率随机钓出任意品级的任意存在。序列描述：钓鱼佬永不空军。江福一脸懵，呆呆地看着脑海中显现出的光幕。这时间乘10，怎么变成了1小时？难道是序列等级的原因？序列等级乘10，并没有变成10级，而是成了神序列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存在10级序列？序列等级达到2级后再乘10，依旧也是神序列。江福观察着脑海中的光幕，一边盘算着。30秒很快过去，被乘10后的序列等级恢复。江福看着序列光幕上的几处变化，愈发肯定了自己的推测：1级乘10，突破序列等级上限，引发序列的质变，成为神序列。于是江福不再迟疑，序列等级乘10，永久乘10。下一瞬，序列的光幕轻轻一颤，神序列再度出现。对了，还可以给序列的数量乘10，还是算了，10个一模一样的序列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等回去用的时候再乘10也来得及。此时，江福的兜里还有4颗深渊果实，4个开启序列的机会。不过，他已经不打算继续服用了。今天先是遇到19，得到深渊果实，现在又开启了神序列，就算是乘10后的好运，难免也有所消耗。等换个时间再试试。等回去之后，就买个鱼竿，试试这神序列。钓鱼佬永不空军到底是怎么个事？这钓鱼佬的序列到底能钓出什么来？这次出城简直是大丰收啊！也该回城了。卧槽！忽然间，江福的脸色大变。银月狼，还他妈的是一群！精神力笼罩范围，一大群银月狼朝着江福这边急速冲来，隐隐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，以一个极快的速度合围了过来。江福没有任何迟疑，常识的神经反应速度加持下，他的身体快过脑子，陡然间化作一道残影，消失在原地。速度乘10，爆发力乘10，双重加持之下，江福的速度比第一次面对银月狼时快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在狼群的包围圈合围之前便冲了出去，但此刻江福依旧不敢有半分迟疑。面前悬着的系统光幕当中，精神力笼罩范围内的银月狼数量超过100，冲在最前面的赫然是一头3阶狼王。此刻江福的速度不减，那柄蕴含着刀意的战刀也悬浮在他的身旁，时刻准备殊死一搏。不过10倍爆发力与10倍速度结合，江福的速度远超银月狼。狼群被他远远甩在身后，精神力笼罩范围之内已经不见了狼群的踪影。但江福并没有掉以轻心，
耐力乘10，持续1小时；体力乘10，持续1小时。接连2次乘10，让江福的身体始终保持在巅峰的状态，继续狂奔不止，直到那股子凶戾与野性的气息彻底消散，江福才缓缓地停了下来。终于甩开了，看来我在这荒野区就是一个超大号的电灯泡，得赶紧回去。随即江福便抱着19朝着冰城的方向急速而去，最终江福也是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第9区的安全通道入口前。此时太阳远远地挂在西边的天上，大地被渲染成一片金红，不少武者从4面8方汇聚，从安全通道回归城区。我操，那个不对，那2个是学生。周围的武者见一个穿着9中校服的男生怀里抱着一个同样穿着9中校服的女生从后方的空白区走来，注意力立刻放到了2人身上。看他们的年纪还真是学生，现在的学生这么狂的吗？穿着校服就敢往荒野区跑？应该是对小情侣，大概是刚成为武者，去空白区见识见识。男生还挺贴心，一路抱着女生走。年轻真好。听到周围的议论声，江福的老脸微红，下意识地看向怀里的靠山。此时19已经醒来，正半眯着眼睛，一脸闲适地靠在江福怀里。靠山啊，不对，石同学，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一颗深渊果实呢，这就想丢下我了？没有，其实这样也挺好。江福不再矫情，抱着19快步进入安全通道。通道另一边，执勤的守卫看到江福的身影，不禁愣了一下。那2个高中生竟然都回来了，难怪江福同学出去的那么急，原来是去追女朋友的。运气真好。都竖着，算一横一竖回来的。不对，那个背包怎么有些眼熟？穿过安全通道，迈进城区的刹那间，江福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才彻底放松下来。终于回来了。此时再听到这执勤守卫的话，江福忍不住又偷偷瞄了一眼怀里的19。直到这一刻，他才意识到一件事，怀里的靠山是个好看到有些过分的女生。此时19缩在江福怀里，正用手机打游戏，注意到江福的目光，他稍稍抬眼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接下来你去哪里？暂时动不了，你去哪我就去哪。行，那就先去武者公会大厅，把今天的战利品卖了。这样想着，江福不由加快了脚步。就在他走进武者公会1楼大厅，朝着交易区而去的时候，一个明显有些焦急慌张的声音响起：“石同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紧接着，沈燕风一般的从2楼冲了下来，瞬间来到江福面前。放开石同学！说话间，他已经伸出手就要抢江福怀里的19。江福皱眉，他的双腿与腰腹同时发力，瞬间躲过沈燕的一抓。江福把19护在怀里，冰冷的目光一脸警惕地盯着面前的人。沈燕先是一怔，继而一脸怒容地看向江福，就要开口训斥。但就在下一刻，他的身体轻轻一颤，就要出口的训斥被生生地憋了回去。19稍稍抬眼，冷悠悠地盯着沈燕。此时此刻，19和江福的目光莫名的有些相似。沈燕整个人好似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，瞬间清醒过来，他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光。我他妈简直是鬼迷心窍了！你这位小祖宗的实力，不是他愿意，谁能进得了他的身？是我唐突了，石同学，你们这是累了，不想走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说话间，他又偷偷打量起面前的江福，心底有些惊疑不定。好快的神经反应速度，不愧是初始精神力达到1000的天才。沈燕看着面前依旧是一脸警惕的男生，还有被他抱在怀里的小祖宗，这一刻沈燕有些恍惚。不是，眼前这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这位小祖宗行事狠辣，手段残暴，性格更是清冷到近乎不近人情，现在却缩在一个男生的怀里，一脸闲适的玩手机。难道说……沈燕不禁有些羡慕地看向江福。沈主管，还有事啊？没事。沈燕回过神来，赶忙让开一条路。江福没再说话，抱着19，径直朝着交易区的方向而去。沈燕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又一脸心有余悸。幸好江福躲开了，不然我这双手恐怕就没了。唉，这2人的关系，看来这个初始精神力1000的天才精神念师是和武者公会无缘了。交易区的最中心位置就是武者公会官方设立，专门用于收购各种来自荒野区材料的交易行。你要卖东西？是的，收集了一些赤尾鼠的尾巴。那银月狼也卖了吧？那条蛇我要拿回去研究一下，暂时不能卖。诚实是我的底牌，还不能暴露。行，卖完的钱怎么分？狼是你杀的，也有你的功劳。听到这句话，19的神色一顿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自己被这家伙扔上天当成诱饵的一幕。后面接的也挺稳，那就55分，一人一半。说话间
他兴冲冲地走进武者公会的官方收购商铺内部。交易行的内部空间很大，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武者，大多数都是从荒野区归来，带着猎物过来交易的。当然，也有人两手空空，在交易行内走来走去，一双眼睛到处乱瞄，似乎是在搜寻猎物。两个穿着校服的学生一来，立刻就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目光，特别是江福怀里的19，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。原本江福打算把19放到一旁的沙发上，但见到周围的这些武者，再想起方才那个一脸猥琐的沈燕，还是继续抱着吧。江福来到一个空着的柜台前。你好，两位同学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？这里收赤尾鼠的尾巴吗？李月闻言微微一怔，赤尾鼠的尾巴，还真有人吃力不讨好的去抓赤尾鼠。不过见到两人身上的9中校服，李月就挺合理的。此时李月的脑海中已经脑补出了不少内容，两个刚刚成为武者的高中生迫不及待地跑到荒野区，运气好，在空白区的地面上遇到了一只落单的赤尾鼠，联手之下终于将其杀死，割掉尾巴，兴冲冲将战利品带了回来。李月看向江福怀里的19，不禁有些心疼。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一定是在抓赤尾鼠的过程中受伤的。想到这里，李月面带微笑。收的，两位同学，咱们到里面谈。说话间，李月站起身来，这里只是外部接待区，真正的交易行还在里面。江福抱着19，连忙跟了上去。不远处，一名身穿作战服的武者看着江福的背影，眉头狠狠皱起。那是江福，竟然还活着。鹏哥和虎哥他们难道失败了？而独立的交易房内，李月看着面前的男生女生，脸上的笑容温和。赤尾鼠的尾巴，武者公会的收购价格是200夏币一条。不过，两位同学刚刚成为武者，又是第一次来武者公会的交易行，可以享受溢价收购的福利。赤尾鼠的尾巴，500夏币一条。两位同学意下如何？500夏币一条。听到李月的话，江福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靠在江福怀里打游戏的19也瞬间抬起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向李月。别的东西呢，也溢价收购吗？迎上两人那亮晶晶的小眼神，李月的心一下子就软了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点头。行，这次你们猎捕来的东西，我都会按照这个标准溢价收购。看来这两只小菜鸟的运气应该挺好，除了赤尾鼠之外，还猎捕到了其他的小型变异兽。空白区边缘的话，应该是柔骨兔吧，粉红色的兔子可可爱爱，女生都喜欢，应该是听到自己要溢价收购，所以才决定拿出来的。反正钱也不多，就当是给这两只小菜鸟的鼓励了。但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你们两个还小，现在还不是去荒野区的时候，等你们上了武道大学，经过系统学习后，才是你们迈入荒野区的时候。知道了，谢谢姐姐。知道了，谢谢姐姐。说话间，江福将19放到旁边的小沙发上，然后解下背上的背包，将那100条赤尾鼠的尾巴取了出来，整整齐齐地摆在面前的桌子上。李月看着面前的一堆尾巴，精神恍惚了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赤尾鼠的尾巴呀。19见到那堆尾巴，也不禁呆了一下，但很快想起江福是精神念师，而且实力挺强，能一刀劈死2级银月狼，抓些赤尾鼠也是轻而易举。李月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他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：这些都是你们抓的？对，是他一个人抓的。李月深吸一口气，还好，只是赤尾鼠的尾巴，100条也才5万块，出得起。然后他又看了看江福的背包，只是初级背包，容量有限，装不下什么大型。可李月的一个想法还没过去，扑通，就见一头黄牛大小被打成折叠屏的银色巨狼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李月见状猛地跳了起来，向后连退好几步，整个人都麻了。这又是什么？银月狼啊！说话间，扑通，第2头银月狼出现，这次是被扭成麻花的。此时的李月一脸茫然地看向第2头银月狼的尸体，呆呆的不知所措。19也呆住了，他愣愣地看着江福。怎么还有？不是和你说我遇到狼群了吗？狼群好像确实说过，被狼群追得迷路了。只是那回他身上的蛇毒已深，念力也完全消耗，整个人睡得迷迷瞪瞪。江福不敢看19，继续用精神力沟通出武徽章。然后第3头、第4头，一头被从腰部拧得奇形怪状的银月狼，很快堆满了整个房间。江福抱起沙发上的19，退到了门边的位置。19伸手扯了扯江福拉链上的武者徽章，低声说道：咱们这样是不是有些坑？其实原价收购也行的。两人的对话瞬间将呆滞中的李月拉了回来。其实李月作为武者公会收购中心的工作人员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，但是如果是一个拥有高级武者坐镇的武者小队带回来这10头银月狼，倒也没什么。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
是2个穿着校服的学生，这合理吗？而且这石头体型庞大的银月狼是从哪里掏出来的？等等，不对，下一刻，李月瞬间醒悟，是储物徽章，面前这2个少男少女不是普通人，应该是某个大世家的少爷小姐偷偷溜出来，幸好自己没有因为他们是2个学生就怠慢他们。想到这里，李月松了一口气，瞬间调整好心态，脸上重新挂起笑容。收的100条赤尾鼠的尾巴和10头银月狼，就按照刚才说好的溢价收购。不过银月狼属于2级变异兽，按照收购的流程需要进行鉴定，鉴定时间大约半个小时。江福点了点头，并没有感到意外。至于鉴定什么的也无所谓，方才他已经对这些银月狼的身体内部分别进行各种程式，保证每只银月狼的身体内部乃至伤口大小、形状各不相同，除非进行基因鉴定，否则绝对不会被缠住。这些其实都是同一头银月狼。很快，李月又带着江福和19来到了一旁的休息室，江福将19放在沙发上，然后坐在了他的身边，而李月则是转身离开了休息室。而此时，江福出城前给自己的一系列程式已经结束，他略微思忖了一瞬，又将精神力笼罩范围、速度、爆发力、体力、耐力这些重新程式了一次，持续时间和气血、体质、精神力这些保持一致。江福可没有忘记，程式当中也有想要他命的人。江福可没有忘记，城市当中也有想要他命的人。李月离开后不久，又有工作人员端了一些茶水、小吃之类，摆在2人面前的茶几上。江福拿起一块麻酱大小、做工异常精巧的奶油小蛋糕，吃吗？无奈，江福只能小心翼翼地将小蛋糕放到女生的唇边。19微微侧脸，轻轻地咬了一小口。而此时，休息厅的玻璃窗外，沈燕有些心惊胆战地看着里面互动，深吸一口气，将手里的单子交给了身旁的李月。李经理，你做得很好，以后这2位小同学再来交一行的话，继续由你接待。李月的眼睛一亮，连忙应了一声。那么价格方面，就按照你之前说的，这次溢价150%，以后按照正常价格收购就行，刻意讨好反倒会显得别有用心。李月点了点头，他看着沈燕那颇有些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心底愈发疑惑。这沈燕可是滨城武者公会9区分会的主管，这里的2号人物，可看上去他怎么好像很害怕里面的2人？沈燕离开后，李月在外面徘徊了好一阵子，才敲门走进休息厅。李月咳嗽了一声，将那份单子放到面前的茶几上。2位同学，交易已经完成，钱很快就会打入2位的武者专属银行账户里。武者专属银行账户，武者公会会为每一位通过认证的武者开通专属银行账户、银行卡、账户以及密码，就放在档案袋里。江福这才想起那个被他卷成一卷揣在兜里的档案袋。江福看向面前单子上的内容：1只银月狼，溢价150%，才125万；10具银月狼的尸体，一共1250万。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但和江福的心理预期却有着很大的差距。除去溢价的部分，一头2级银月狼的真实收购价才50万。要知道，1级灵果中最低等的雾炼果就值100万。见到江福眼底的神色，李月耐心解释道：低级变异兽确实不值钱，像银月狼这种2级变异兽，在荒野区成群结队到处都是，而且也无法对人类生存的城市造成威胁，所以收购的价格也就不高。听到这番话，江福下意识地想起那群追杀他的银月狼，好像数量确实挺多的。其实这银月狼在2级变异兽当中已经算是比较值钱的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其他2级变异兽还不如银月狼？确实，1级到3级变异兽的收购价格普遍在100块到100万之间，当然凡事都有例外，还有一些特殊的变异兽，比如3级变异兽中的血瞳黄金虎就很值钱，收购价格更是超过5级变异兽。虽然不如心理预期，但好歹是大赚了一笔，1255万的一半就是627万5千，购买气血丹了。而且在我这里，1颗气血丹就是10颗气血丹。想到这里，江福也不再多说什么，他一把抱起沙发上的19。既然交易完成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李姐再见。李月闻言也站起身来，将自己的名片递给江福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下次来时直接找我就行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下次来时直接找我就行。好的。离开交易行后，江福便抱着19来到了武者公会的交易区，买了一部手机，有武者徽章在，不需要其他身份证明。买手机、办卡，一套流程很快，不超过10分钟就完成了。就在江福激活手机的一瞬间，一个电话便打了进来。这是我的电话，你存一下。好的。存好了19的电话，江福便打了张出租车，带着19回到了自家蓝岸庄园小区的别墅。来到屋内，江福把19放到了客厅的沙发上。这是你家？
下一刻，19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古怪，并且有些一言难尽的表情。3楼是你房间。听到3楼2字，江福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某段不太美妙的回忆，忍不住一阵干呕。不是，这人也杀了，变异兽也宰了，怎么还是扛不住郭晓峰的房间？不行，明天得找个家政来打扫一下那间恐怖的房间，然后再贴个封条。江福压下心头的不适，指了指楼梯拐角处的保姆间。那个才是我的房间，之前这里住了一家寄生虫，我已经打算将他们赶出去了。19用念力扫视了一下那间和杂物间差不多的保姆房，不禁有些愣神，随即他换了个话题。你要的东西在储物徽章的箱子里。江福闻言先是一怔，继而立刻反应过来，精神修炼法。随即他赶忙拿出了储物徽章，精神力探入其中，里面有2个行李箱，一个装着零食，另一个装着贴身衣物。江福把2个箱子都拿了出来，摆在19的面前。19看着2个已经合上好的行李箱，这才意识到了什么，忍不住小脸一红。他连忙是放出一缕念力，探入那个装着贴身衣物的行李箱，从最里面的暗格内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，放到江福的面前。雨夜观星图。江福下意识地读出册子封面上的内容。雨夜还能观星，有星星吗？但很快江福就醒悟过来，这是精神修炼法，自然不能用常理来解释。当即他便习惯性地坐到了19的身旁，翻开了手上的册子《雨夜观星图》，一共有9幅图录，其中的文字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对这9幅图录的注解。至于这9幅图，江福根本看不懂，好像是一些乱糟糟的线条，但似乎又是在描绘着什么。就在江福抓耳挠腮之际，19的身体一歪，顺着沙发靠背靠在了江福的肩上。雨夜没有星星，所以不能用眼睛去看。江福闻言，将手上的册子放到一旁，然后把地上的行李箱收回到储物徽章，又把储物徽章塞进19的裤兜里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江福一把抱起19，你身上的毒还没解，我送你去休息吧。你要不要先洗个澡？你帮我洗。听到这话，江福老脸一红。还是等你能动了再说吧。江福抱着19来到2楼的次卧，房间没人住，这里一直都是江福打扫的，里面干净整洁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。江福把19放到柔软的大床上，帮他盖好被子。你先睡吧，有事叫我。说完，江福便离开了房间。随即他又回到客厅研究起了那本《雨夜观星图》，可反复研究了半天，江福还是毫无头绪。难道因为我的悟性太差？江福思忖了一瞬，随即悟性乘10，理解能力乘10，修炼速度乘10，持续10分钟。修炼速度乘10，持续10分钟。乘10后的一瞬之间，江福觉得自己的精神好像是闯进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似乎是一处小镇的街角，空荡荡的街边没有一个人影，潮湿的夜风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迎面拂过。忽然间，一阵雷鸣在耳畔炸响，江福下意识地打了一个激灵，瞬间清醒过来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江福愣怔了片刻，忽然间发现那一直没有动静的精神力数值，此刻已经从926变成了927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精神修炼法。江福的眸光微亮，然而就在下一瞬，江福的眼睛再一次瞪大，他看到了系统光幕之上自己的属性面板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姓名江福，性别男，年龄18，等级0，气血值70，精神力927，寿命200天，能力诚实不可叠加使用，能力限定使用次数正无穷，功法雨夜观星图，类别精神修炼法，品级天阶上品，修炼进程思语篇进度0.1%，领悟神通，暂无思语篇进度达到60%可获取，领悟必杀技，暂无思语篇进度达到100%可获取。江福的眼睛死死盯着那0.1%的进度，是不是只要我能将进度推进至10%，再乘11下就是100%了？还有，现在出现的是第一篇思语篇的进度，也就是意味着修完的思语篇，我还可以将下一篇继续乘10。虽然现在第一篇思语篇的进度只有0.1%，但是只要有进度就能乘10。方才那短短一瞬就有0.1%的进度，还有天阶上品这个品级是不是也可以乘11下？就在江福这个念头刚刚升起的一瞬，功法品级那一栏里突然出现一段小小的注释：功法利于规则与秩序，书籍指示载体，功法品级乘10会引起相应规则与秩序的变化，影响到所有修炼此功法者。目前修炼雨夜观星图者共有2人，19星辰篇进度59.99%，江福思语篇进度0.1%。看着系统光幕上的文字提示，江福心头微微一怔。功法的品阶乘10会影响到所有修炼过这门功法的人吗？不过这篇雨夜观星图竟然只有自己和19修炼过，看来这应该是19的机缘了。而且天阶上品
恐怕已经是这个世界的顶级功法了。所以说，我将功法品级乘10，19修炼的雨夜观星图也会相应乘10。那么乘10后的修炼难度会不会也相应提升？乘10之后，此功法的对应修炼难度也会提升至乘10后品级的难度。之前修炼功法且入门者不会受此影响，后来者修炼时会按照乘10后品级难度修炼。看到这条提示，江福的眼睛顿时就亮了。江福不再迟疑，低声沉喝：“功法品级乘10。”下一瞬，江福眼睁睁地看着光幕之上功法品质的那一栏，天阶上品的字样轻轻一闪，变成了2个字：极道。极道，我还以为会出现圣品或者神级之类的呢。而与此同时，次卧已经睡熟的19忽然间睁开了眼睛。忽然间睁开了眼睛，茫然地盯着头顶的天花板，眼底尽是迷茫、不解以及震惊。此时19有些凌乱，好像这辈子能遇到的所有无法理解的事情一股脑的全部出现了。长着王冠、拥有奇怪剧毒的低级变异兽蟒蛇，自己的抗毒能力暴涨，突然变异成神序列的序列，虽然只持续了短短几秒钟，却已经让他真正的看到了神序列的存在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可以真正的踏入神序列的领域。而现在，他的精神修炼法也突然间就强到离谱。难道是没睡醒？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睡醒了就好了。19想要挪一挪身子，却发现身体依旧不能动弹。还是江福的怀里舒服。这样想着，19又闭上了眼睛。他的心态很好，想不通不能理解的事情就不去内耗。但19的心里隐隐间有种感觉，也许和江福有关。另一边，江福已经洗完澡，穿好了衣服，将悟性、理解能力、修炼速度现实乘10后，就躺在床上默默修炼其雨夜观星图。此时江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私语图上的内容，虽然依旧有些模糊不清，却也能判断出图上画着的正是那处小镇街角的夜间雨景。而精神修炼法就是用精神力去描绘图录上的内容。若是江福能用精神力完整地绘制出私语图内的所有场景，那么修炼进度就达到100%。此时，随着江福的精神力不断地描绘着私语图上的景物，随着精神力的不断描绘，之前消耗的精神力也开始急速恢复。江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梦中他来到了私语图中的世界。原本空荡荡的小镇街角多了一道身影，身穿蓝白校服的女生撑着一把油纸伞，巧笑且兮。随着一声雷鸣，江福就睁开了眼睛。此时天光大亮，一夜过去，江福躺在床上，狠狠伸了一个懒腰，又下意识看向面前的光幕。一夜修炼进度2.33，那岂不是不用5天，我的修炼进度就能达到100%？下一瞬，江福又想到了什么，赶忙起身，换好衣服，就来到了隔壁房间。江福先是用精神力探视了一下，女生已经起床，正躺在床上玩手机。感知到江福的精神力，19微微抬头：“进来吧。”感觉怎么样了？能动了，就是身上没力气，比预期的快了好几天。那就是还没有痊愈，不如就继续住在这里吧。行。上午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客厅，19穿着一身家居服，懒洋洋地缩在沙发上打游戏，及腰的长发随意披散着。另一边，江福正抱着全新的笔记本电脑，正在浏览武者论坛。今天早上，江福去了一趟物业，通过小区物业管家买了许多东西，除了这台笔记本电脑之外，还有他和19两人身上穿着的衣服，以及早餐、生活用品，还有一根钓鱼竿。然后，江福又叫来家政，将葛艳霞、郭房东这一家3口用过的东西全部丢进了垃圾站。而郭晓峰的恐怖房间则是连装修都给拆了下来。最后，江福通过物业直接注销了郭房东、葛艳霞、郭晓峰3人在蓝岸庄园小区的入住权限，又偷偷的给19开通了一个。蓝岸庄园小区是高端的武者小区，需要有入住权限或者业主亲自带领才能出入。当年郭房东一家子便是打着照顾原主的名义住进来，开通了入住权限。而现在这幢别墅依旧在江福的名下，江福已经年满18岁，作为小区业主，自然有权利注销那3人的入住权限。此时，江福浏览着武者论坛里的帖子，终于真正的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武者，特别是等级的划分。武者修炼气血共有3个层次，气血值在100到1000之间为初级武者，气血值在1000到1万之间为中级武者，气血值破万则是高级武者。气血之上还有超凡境，将气血凝化为真气，超凡入圣。精神念师也同理，精神力在100到1000之间为初级精神念师，精神力在1000到1万之间则为中级精神念师，精神力破万则是高级精神念师，而将精神力凝化为念力变为超凡。看到这里，江福不由看了看另一边的女生，原来她是超凡。19注意到江福的视线，不由抬眼看了过来，
怎么了？本来以为是精神念师不值钱，原来纯粹是人家看不上我。谁看不上你？是眼睛瞎了吗？就武者公会的沈主管啊，本来我还以为他没有邀请我加入武者公会，是精神念师不行，不如普通武者。现在看来，纯粹是他看不上我。19闻言凑了过去，轻轻地拍了拍江福的肩膀。那是他眼光不行，不过没关系，有我罩着你。好啊，对了，我现在要去一趟医院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带的吗？我想吃糖醋小排骨。江福拿出一个小本本，认真地记录下来。还有呢？还有水晶虾仁、奶油小蛋糕，就这些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很快，江福就换了一身衣服，离开了别墅。19可是他的靠山，虽然身上没力气，但那超凡级别的念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而且南岸庄园小区的安保系统很好，可没有人敢在这里面胡作非为。随即，江福便按照记忆里的路线，朝着9区人民医院的方向而去。而他这次去医院，不仅仅是为了气血丹，还有郭方东那一家3口。顺便弄清楚老吴到底是谁。昨天追杀我的那7人都死在了荒野区，这个老吴肯定会有所警觉。很快，江福便来到了9区人民医院。医院之内，江福的精神力在医院内到处扫视了一圈，却没有发现郭方东、葛艳霞以及郭晓峰3人的身影。他不由皱了皱眉。对了，9区人民医院只是平民医院，并不是武者专属医院，他们应该转院去了武者医院。郭方东那一家子根本就不可能住在这样的平民医院，而且他们身上的情况确实有那么几分棘手。江福摇了摇头，回到了自己的病房。我的病历呢？江福在房间里找了一圈，却发现原本挂在床尾的病历不见了。难道是医生或者护士见我离开了，就把病历拿走了？哎，护士姐姐！就在这个时候，江福的眼睛一亮，他看到了之前那个在病房里照顾自己的小护士。小护士见到江福，顿时柳眉倒竖。江福，昨天晚上你去哪了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一旦在外面出了什么意外……我是出去赚钱了。赚钱？是啊，不是说得要气血丹才能治好我的病吗？我总不能坐以待毙，在这里等死吧。那你赚到钱了吗？赚到了，但我的病历单不见了。江福在武者论坛上查过，9区人民医院专供气血丹，需要相应的病历才能以6折的价格购买。小护士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他朝着江福竖了竖大拇指。一天就赚够30万，不愧是刚成为武者就敢往荒野区跑的小天才。你的病历单应该被保洁不小心收走了吧？不过没关系，那个只是病历的复印件，我再去给你出一份。说完，小护士又挠了挠头。不对啊，就算保洁再马虎，也不会把 VIP 病房里的病历拿走啊。听到小护士的嘀咕声，江福心中微微一动。自己的病历难道是被那个老吴给拿走了？想到老吴的存在，江福的心底不禁一沉。他用精神力控制着手机，悄悄挪移到胸前，打开了摄像功能。武者论坛上有帖子提起，很多武者都是可以通过特殊功法封锁气血，降低自身存在感，躲在暗中默默观察敌人。现在的江福还是个菜鸟，纵然他的精神力笼罩范围是半径100米，但在这人员杂乱医院里很容易产生疏漏，所以就只能用最笨的方法，打开手机摄像功能，把这一路上见过的人全部录进去，回去慢慢找。哎，对了，护士姐姐，葛艳霞去哪了？对了，护士姐姐，葛艳霞去哪了？转院了，现在应该在滨城第9武者医院。这种病也不是9区人民医院一个平民医院能治的，所以昨天下午的时候，那一家3口就转院去了9区的武者医院。江福默默地记下后，便跟着小护士离开病房，在护士站重新打印了一份病历单。我现在可以办理出院了吧？你确定没问题了吗？如果气血丹有用的话，那就没问题了；如果没用的话，继续住院也是浪费钱。那行，治疗的费用不能退的，但是 VIP 病房的费用，你的班主任帮你交了半个月，这部分钱是可以退的。你是要现金还是退回原有账户吧？行，你购买气血丹的地方在2楼药房，你先去买药，然后回来再办理出院。随即江福拿着病历单前往2楼，在药房以6折的价格购买了一颗气血丹。拿到气血丹后，江福也没有迟疑，直接又去办理了出院手续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江福立刻离开第9人民医院，直奔附近的一家大型生活超市。靠山要吃糖醋小排骨、水晶虾仁，还有奶油小蛋糕。坏了，我不会做饭啊！不知道厨艺成时后，我会不会成为厨神？这样想着，江福推着购物车就开始在超市里进行采购。买了食材、蛋糕还有调味料之后，江福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蓦然间，他就想起19的储物徽章里那个装着零食的行李箱，于是便又跑到零食区进行一次大扫荡，直到装满了购物车，他才心满意足地朝着收银台而去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水产区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传来一声声惊恐的尖叫。不好，你是异化，那只螃蟹异化成变异兽了，快跑！一瞬间，整个超市大乱。这个时候已经临近中午，
超市里的人并不少，一时间尖叫声、哀嚎声此起彼伏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逃离海鲜区，乱糟糟的朝着安全出口涌去。江福见状，立即用精神力扫视海鲜区。此时海鲜区一片狼藉，一只通体淡蓝色、直径超过5米的庞然大物正张牙舞爪，耀武扬威。不过幸好这只变异兽是刚刚异化而成，并没有造成伤亡。忽然江福的眼前第2块系统面板飘了出来，物种蓝渊帝王蟹，等级1，弱点嘴巴，最有价值的部位蟹腿。这么大一只帝王蟹，应该很好吃吧？话落，江福身形瞬间化到残影，便直奔那只帝王蟹而去。